建筑是城市的脸面，但有些设计却成了城市的鬼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建筑，它们以一种不顾路人死活的姿态横空出世，有的像一条刚上岸的巨型咸鱼，有的把神仙做成巨型手办摆在路边，还有的如果不打码，你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全球最翻车的10个地标建筑，看看这些设计师的脑洞究竟开到了哪里。新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既能看到最新的内容，又能翻阅往期的精彩。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10个，东方之门。提到中国最受争议的摩天大楼，位于苏州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绝对榜上有名。这座总高301.8米的建筑设计初衷雄心勃勃，意在通过拱门形象象征苏州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寓意世界通过此门进入苏州。然而，当这座双塔连体世界第一门初露真容时，网友们没感受到穿越时空的庄重，反而联想到了冬天必不可少的单品秋裤，还是加绒低腰款。自此，大秋裤的名号彻底盖过了本名。尤其是侧面看，那优美的弧线分叉的裤管，简直就是一条站立在湖畔的巨人长裤。网友们甚至发掘出了更多穿搭风格，正面是西裤，侧面是牛仔裤，夕阳下像复古喇叭裤。尽管它技术难度极高，拥有世界第一门的美誉，但在大众眼里，它永远是那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低腰秋裤。不过这也算另类成功，毕竟谁去苏州旅游不想去看看这条价值45亿的秋裤呢？第9个，机器人大楼。如果说有些建筑设计还讲究含蓄，那泰国曼谷的机器人大楼就是写实的极致。这座位于沙吞商业区的大楼，初衷是为了体现银行计算机化的现代形象，但设计师从儿子的玩具机器人中获得灵感，直接交出了一个巨型玩具。远看它就像一个被放大几千倍的乐高玩具，方方正正的身体，脑袋上顶着2根避雷针做的天线，侧面还有巨大的螺母装饰。最传神的是那双睡眼惺忪的大眼睛，其实是高管会议室的圆形窗户，眼睑是遮阳板。这种一本正经卖萌的造型，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里显得格格不入。有人觉得它充满了后现代的幽默感，但更多人觉得它像个过时的廉价塑料模型，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土味科幻风。每当路人经过，都会忍不住怀疑，这真的不是哪个巨人的玩具落在这儿了吗？第8个，大松果。纽约曼哈顿寸土寸金，这里有一座耗资2亿美元的公共地标 Vessel。虽然原名容器，但因造型奇特，中文世界常称之为大松果、巨型蜂窝或废纸篓。它的初衷是打造类似埃菲尔铁塔的互动攀爬地标，让人像逛巨型丛林健身房一样社交观景。这座建筑由154段楼梯、约2500级台阶、80个观景平台交错连接，外表呈闪亮同色。从下往上看，像一个巨大的被切开的松果，又像烤肉架上的沙威玛烤肉。这种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结构，对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堪称灾难。除了造型像废纸篓 ，Vessel 最大的翻车在于实用性与安全性的冲突。自2019年开放以来，因护栏高度不足引发多起悲剧事件，这座昂贵的艺术品在2021年后被迫关闭，长达3年多。直到2024年10月，它带着安全网重新开放，如今可以爬了，但也从自由攀登变成了带网观光。花大价钱建了个让人眼晕，爬起来还得防跳的蜂窝，实在讽刺。第7个，大象大楼。在仿生建筑界，泰国大象大楼可谓是抽象派的早期代表之一。大象是泰国国宝，于是设计师一拍脑门，直接建个大象吧。于是曼谷街头真的出现了这么一座庞然大物。3座塔楼代表大象的腿和鼻子，顶部连接成身体和脑袋。为了逼真，设计师还装了圆形窗户做眼睛，用黄色装饰模拟象牙。然而受限于技术和审美，这只大象怎么看都像乐高积木拼出的半成品，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完全没有大象的圆润，反而透着我的世界像塑封。灰扑扑的外墙让它看起来像一只营养不良的机械象。它其实不仅是写字楼，还是个商住混合体，里面住着不少居民。但因为这过于后现代的像塑封，很多住户表示，朋友来访时常常找不到门，只记得在大象腿底下转悠。这种强行把动物形态和高楼结合的操作，让它在这一众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中显得既憨厚又格格不入。虽然被 CNN 评为世界标志性摩天大楼之一，但在游客眼中，它更像个未加载完成的怪兽。第6个，印度国家渔业发展局。印度国家渔业发展局大楼就是彻头彻尾的写实派建筑。被要求设计渔业部门大楼时，设计师直接把鱼刻进了 DNA。
这座大楼就是一条鱼，不是艺术化的鱼，而是一条巨大、银白，仿佛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大鱼，张着嘴立在半空。大楼覆盖着模拟鱼鳞的银色金属板，配上蓝色玻璃做的死鱼眼，被几根柱子支撑着，仿佛正在挣扎。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设计简单粗暴。办执照，去鱼肚子里找局长，在鱼鳃办公室。这条鱼到了晚上还会发光，蓝紫色的灯光打在银色鳞片上，那种诡异的科技感，让人分不清是来到了水族馆还是生化实验室。据说设计师当初为了还原鱼的动态，特意把鱼尾巴设计成了翘起的姿势，但这反而让它看起来更像是在案板上做最后的挣扎。这种毫无隐喻的设计虽不会走错门，却成了全球笑柄。它就像被错误放大100倍的儿童乐园装饰物。每次看到工作人员西装革履走进鱼肚子上班，那画面既魔幻又滑稽。第5个，天子大酒店。中国河北的天子大酒店在雷人建筑领域绝对是数1数2的存在。位于三河市的它不仅是酒店，更是2001年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象形建筑，造型就是神话中的福禄寿3星。这不是雕像，是实打实的楼房。3位老神仙连成一体，整体高度约41.6米，笑眯眯地矗立在路边。寿星手里的巨大寿桃竟然是寿桃套房。想象一下，你住的房间可能位于福星的腰带、禄星的衣袍之中。更有趣的是，这栋楼的内部结构非常奇葩，为了迁就外形，很多房间是单面采光，甚至有的窗户被神仙的胡须挡得严严实实。住在里面，你可能早上醒来推开窗，迎面就是寿星公那巨大的白胡子。这种沉浸式的休闲体验不仅考验胆量，也考验心理素质。毕竟在神仙肚子里睡觉，总感觉压力山大。尤其是晚上灯光一打，3个巨大的神仙脸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压迫感十足，能把路过司机吓出一身冷汗。这样的建筑形态，放眼全球也确实独此一家。第4个，对讲机大楼。伦敦的对讲机大楼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它真的会伤人。这座位于金融城的摩天大楼因上宽下窄，顶部弯曲，被戏称对讲机。设计师本想通过凹面玻璃幕墙增加观景面积和采光，却低估了凹面镜聚光的物理效应。2013年夏天，阳光照射到弯曲玻璃幕墙上，大楼瞬间化身巨大太阳能聚焦器，反射光束温度高达70度以上，直接照向对面街道。这一照，路边的捷豹轿车后视镜被烤化，理发店地毯被烧焦，甚至有记者在光斑下煎熟了鸡蛋。除了死亡射线，这栋楼还因为制造了强烈的下沉气流，把楼下的行人吹得东倒西歪，食物推车差点被掀翻，引发大量投诉。可以说，他在扰民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后来虽然装了遮阳板，解决了聚光问题，但那个像机场候机厅一样的顶层空中花园，依然被伦敦市民吐槽是毫无灵魂的空中监狱。虽是地标，但这种把街道变烤箱的设计失误，绝对是教科书级翻车，恶名算是洗不白了。第3个，飞天之吻。在中国重庆五龙白马山风景区有2个巨大、色彩鲜艳且会动的雕塑，这就是震惊全网的飞天之吻。设计灵感源自青衣仙女张天阳与白马王子敖朝风的爱情故事。2尊50多米的巨象拖着飞行岛，启动时旋转上升，在空中深情拥吻，听起来浪漫，看到实物会石化。鲜艳的红绿配色，生硬的表情，僵硬的动作，加上旋转时露出的机械结构，像极了放大版廉价乡镇游乐设施。尤其是当2个雕塑在空中相遇时，底座还会配合喷出干冰烟雾，试图营造仙气飘飘的感觉，结果反而更像是土味魔幻剧的拍摄现场。很多游客体验后表示，虽然恐高症治好了，但尴尬癌却犯了。这种硬核的中式赛博朋克，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忍不住感叹，设计师的脑洞真的是比重庆的火锅还要辣眼睛。这种土味浪漫不仅没感动游客，反而因过于雷人，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和吐槽。第2个，阿什哈巴德幸福宫。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被称为白色大理石之城，这里的幸福宫是婚礼圣地，同时也是公认的审美翻车重灾区。它的造型复杂难描，下半部分是巨大的8角星底座，最吸睛的上半部分顶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球体，球面上画着土库曼斯坦地图，就像是一个被8芒星几何框架包住的放大版迪斯科球。远看像巨大奖杯，近看像外星要塞，晚上开灯就是巨型迪斯科舞厅。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所在的城市阿什哈巴德本身就有着对白色大理石和金色的狂热痴迷。幸福宫内部更是金碧辉煌到离谱，到处是巨大的吊灯和繁复的几何图案，让人眼花缭乱。
这种仿佛要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都堆砌在脸上的设计风格，虽然在当地象征着富足和幸福，但在外人看来更像是一场大型的土豪审美秀。它像暴发户装修风格的极致，恨不得把所有尊贵元素堆在一起，造就了这座让人既震撼又极度困惑的幸福宫。第一个，广西新媒体中心。广西新媒体中心绝对是让设计师社死、路人脸红的存在。位于南宁的它，设计理念据说源于梯田山水。效果图确实线条流畅，但当工程完工，航拍机升空俯瞰时，全网炸锅了。主体由3座高低不一的塔楼组成，顶端圆润，底部相连。这个造型加上独特纹理，无形之中凸显出了一份阳刚的气息，还原度极高。更绝的是，网上曾疯传一段视频，画面中大楼顶部居然向夜空喷射绚丽烟花，被戏称直冲云霄的生命力。虽然这后来被证实只是网友的恶搞特效，并非官方设计，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全网笑料，让这座建筑彻底封神。网友感叹，设计师绝对是故意的，这分明是新生命中心。广西之根实锤，虽然官方没多解释，但凭借这充满内涵的造型，它一举入选2019年中国10大丑陋建筑。它证明了建筑设计不仅需审美，更需注意视角和联想，否则一不小心不仅辣眼睛，还让人羞红了脸。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盘点的全球10大翻车地标。看完了它们，哪一个最让你不可思议？或者你见过更离谱的？欢迎评论区留言。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